绘画史上的第一杠精应该就是达利了。凭什么？我来描述一下他自传和日记里写的一些行为，大家就会发现他确实是个超级杠精。比如他初次去学校里学画画时，他写道，在绘画课上，老师让我们根据模型画一个哥特式圣母玛利亚塑像。老师在离开之前一再强调让我们如实的画出我们看到的东西。我立刻在一种突如其来的移花接木冲动的支配下，悄悄地画起天平来。那是我从一个产品目录上临摹下来的。你看，老师让达利画眼前看见的，他就画眼前不存在的；让他现场写生，他就临摹。当他在课堂上问老师到底该如何学绘画时，老师说是气质，让气质来作画，要把心灵投放进去。此刻达利内心里的抬杠台词却是，可是我应该如何以及用什么比例来调和油料和墨汁呢？当老师强调自由和感受时，他便强调传统和技法。所以在当时那个印象派已经大行其道，名声鹊起，欧洲各个学院都开始不那么重视古典写实绘画的时候，达利的绘画技法基本上是毅然决然地拥抱了古典写实绘画技巧。我们都知道达利是超现实主义，画的画就像梦一样，但是那个年代超现实主义者还有很多，可是只有达利如此写实，尤其是这几张人体画的是真的很好，技法非常强悍。因此当他的同学们都开始崇拜同时代的一些印象派画家、立体主义画家时，达利说他心中的偶像是韦拉斯开兹、伦勃朗，或者时代更近一些的布格罗和梅索尼埃。他甚至在日记里十分虔诚地写道，如果你把我与任何一个古典画家相比较，那我绝对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那达利是如何在那个时代里获得这么强的写实绘画功底的呢？要知道那个时代很多学校都不教了，许多老师自己都不会画。达利说他基本上是自学的，他这样写道，我的生活严格局限于学习，我不去逛街，不去电影院，我出去只是从公寓到学校，然后从学校返回公寓。他甚至像清教徒一般过得很清贫，每个月的生活开销换算到今天，那大概就是差不多400-500块钱的水平了。我们可以看到达利像苦行僧一般，整个学校生涯都在用心画画，这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爱绘画，而是因为他是杠精。他出生在一个西班牙上层社会，家里很有钱。当他发现身边同阶层的富家子弟都在玩耍的时候，为了和他们不一样，他下定决心要读书。因为不一样对达利来说是非比寻常的需求。他在自传中如此写道，我这种疯狂的要感觉自己不同的需要，使我一旦偶然遇上一次把我置于与他人相同境地时，会让我发疯的哭。无论如何，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是唯一的，我是独一无二的，我要特立独行。所以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以显示自己独一无二的机会。他是那般迫切的渴求和自己身边的人都不一样，强烈的渴望带来的就是不由自主的不受控制。在入学后的一次艺术史答辩中，他就发生了这种行为。他写道，我的运气好的难以置信，那恰恰就是我最喜欢论述的题目，可是我身上忽然充斥了一种难以克制的懒怠，所以毫不犹豫地站起身来，把3位老师和满教室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高声宣称道，很遗憾，由于我比这3位老师聪明不知多少倍，所以我拒绝接受他们的考试。我太了解这个题目了，结果是我被带到纪律委员会，被学校开除了，我的学生生涯就这样结束了。而这样的行为，达利说他从小就开始了。在他读小学的时候，为了彰显自己不一样，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他用2块钱去买别人身上的1块钱的硬币，并且非常高兴别人称他为疯子。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要保持独一无二。这就是达利整个人生的所有行为的核心动机。因为他是从小被过度溺爱的孩子，他有一个哥哥在7岁的时候得脑膜炎死了。达利出生让父母觉得失去的孩子又回来了，而且他还长得和哥哥非常像。由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经历，他轻松地得到了来自父母超乎寻常的关注和爱。按他的说法，他小时候可以为所欲为，干任何事情，无论他干出多么过分的事情，他的父母最终都会原谅并替他摆平后果。比如他用针刺伤自己的保姆，虐待动物和身边的朋友，这些行为放在今天来看，那肯定是要被送到精神病医院的。这是经典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达利6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那个溺爱的环境里满足了前面4个需求。如果一个孩子过早的被满足了这些需求，那么他必然会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我是谁的问题。这是从小到大他面临的核心问题。他更要拼命地证明自己和去世的哥哥不一样。Je portais dans mon corps, dans mon âme, le cadavre agrippé
de ce frère mort parce que mes parents parlaient constamment de cet autre Salvador à propos de moi en disant il ne faut pas que ça arrive comme Salvador qui était enrhumé, il faut le mettre cache-nez. Enfin, j'étais tout le temps qu'on parlait de moi, on parlait de l'autre. Alors, pour me séparer de cet autre frère mort, j'étais obligé justement à jouer au génie dans le sens d'affirmer toutes les minutes que moi je n'étais pas de l'autre, que moi je n'étais pas mort, et alors j'étais forcé de commettre et de perpétrer tous ces genres d'excentricité, que c'est le côté loufoque que les gens croient voir dans Dali, et que justement c'est le côté le plus tragique de mon existence. 但仅仅是这样，并不能让他成为画家达利，他顶多只能成为杠精达利。让他前往绘画世界的原因之一，就是达利在视觉感知上有天赋。我们来看这段儿时的回忆描述。我第一次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发现他回忆童年时记忆是如此的清晰，清晰到细节历历在目。而这些细节并不是事件如何发生的细节，而纯粹是一种视觉信号，它是关于这些物体是什么形状、是什么颜色的一种描述。像这样类似的描述，不管是童年的还是成年以后的，都在他的自传里大量的出现。而另外一个让达利前往绘画世界的原因就是做梦，因为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在他看来特别的粗鲁和不可理喻，他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并且不想上课，但父亲又不允许他离开学校，所以他特别的无聊。渐渐的他就发现了，当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什么事都不能干的时候，他还可以做梦，或者是睡觉做梦，或者是睁开眼在脑海里进行各种白日梦。这是他整个童年里的主要行为，也是达利幻觉体验的来源。那并不是一般的梦，由于他过度发达的视觉感知，他的梦是具体到非常逼真的那种程度，以至于达利说自己童年已经快分不清现实和虚幻的界限了，就像《盗梦空间》里的主角一样，醒来时常常不知道是在梦还是在现实。一个人为什么要去创作画画呢？我以前曾在课程里面说过，创作是溢出来的。画家的大脑就像一个瓶子，当他装满了这视觉经验之水，快要装不下时，它就会溢出来，溢出来的部分就成为了创作。如果他不进行这样的创作，那就像拉不出屎的人一样，便秘的难受。所以艺术家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他是不得不创作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去选择读绘画学校。他想通过绘画还原他脑海里的梦境，他想创造出那种虚假的幻觉，因为童年做梦的体验告诉他，梦就是比现实好。虚构的回忆与真实的回忆之间的区别，与真假珠宝之间的区别一样，假的珠宝总是更像真的，更光亮。所以当他被学校开除后，看到超现实主义的宣言时，受到了巨大的震撼，马上就被吸引了。幻想的世界和具体的非理性世界，也许如同现实世界一样，是明显、坚实、有说服力、可认知和具有传染性的。这是达利投身超现实主义时期的宣言。达利的童年经验积累了非常多的白日梦和幻想，他相比于其他的一起探索超现实主义的画家来说，拥有了巨大的图像经验优势。那么他是怎么去组合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呢？核心手法按他的说法来说，就是要把具体的、非理性的、特别细致的形象结合起来。举个例子，你可以看到这幅画里面有很多细节，无论是手指的肌肉、木头的纹理、树枝的颗粒，全部都画了，这就是具体的、细致的。我们做梦的时候常有种感觉，梦里面有很多瞬间特别的真实，如果你画的梦境没有真实感，那就没办法创造梦境的那种幻觉感，因为真实就是梦境的基本属性之一。那么梦境的错乱感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非理性结构。非理性结构的第一种表达手法就是变形，因为梦境不是正常的呈现在你的视觉经验中的，它一定要变形。就像达利说的，我不能接受一个物体不能变形。变形是施加它掌控画面的一个行为，同时也是梦境里特别重要的点。形体一旦发生变形，就与现实产生了距离。非理性结构的第二种表达手法就是弱化阴影，只要影子被弱化了，就能让整个画面产生一种漂浮感，这是梦里才有的独特体验。这种漂浮感就被达利抓住了，因为只有经常做梦的人才知道梦的一些根本特点。非理性结构的第三种表达手法就是建立关联，把看上去毫不相关的东西放在同一个画面中。所以看达利的画通常会让人困惑，他到底在表达什么。以上就是达利制造梦境的3个关键逻辑。相比于同时代的很多超现实主义画家需要市场大量的营销和理论阐述来说服投资者，达利的画天生就有高传播的基础。他各种特立独行的行为也非常容易制造出新闻热点，
而他本人也很热衷于这样的事情。当观众因为新闻看到他的画时，会发现这个画面画得很写实，比同时代的其他画家画的东西更容易理解。一个没有接受过现代主义绘画理论训练或者说是洗脑的人，当然更容易看懂达利的绘画，他的理解门槛更低。许多观看达利绘画的人都非常自然地联想到了自己的梦。但是在那个时代，写实绘画没落了，成为了过去时，这基本上是整个时代公认的态度了。而达利的这种梦境感，他又拉开了和这种写实的距离，自然就更容易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新时代的绘画产物，这个画家不 low 也不过时。再加上当时整个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一大批热钱涌向艺术拍卖行业，新的超级大富豪急需找到像达芬奇那样必将名留艺术史的新时代大师去投资他们的作品，以此来获得100倍甚至1000万倍的回报。至此，达利特立独行，和他的绘画进行了一种深度的绑定。他越是像杠精一样不待见记者、画家和投资人的时候，大家就越喜欢他，就越想买。达利也很清醒，也很坦诚，他知道自己是有病的，他深入学习过精神分析，毕竟这门学科从一开始就是研究梦的。这篇偏执狂活动的内在机制就是他当时发表的论文。这篇文章深刻地影响了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拉康也因为达利而成为了研究偏执狂的专家。所以达利知道自己的性格，他也知道自己被这个时代所追捧接纳，因此他的人生除了绘画，也代言过很多商品，做过很多其他的跨界创作，比如说珠宝设计。他直言不讳地说道自己是那么喜欢赚钱，这个绘画史上最强的杠精，一生衣食无忧，大富大贵地过完了一辈子，并且还娶到了自己的女神。他和自己一样是个偏执狂，二人互相理解，互相成就，白头偕老。他知道自己是幸运的，并且接纳了这个时代给他的幸运。了解历史就能看到自己的位置，才能够知道自己在这个时代该前往何方。了解自己，也才能读懂自己的诉求和性格，才能知道这个时代是否适合自己。我们才能因此做出正确的决策，看看是该顺势而为，还是蓄力待发，又或者是明哲保身。我的付费审美课会帮助你了解过去绘画史上每个时代的趋势，也会通过一些艺术家来讲解他自己的性格决策。如果你对这门课感兴趣，记得来扫码加我好友咨询。我是喜欢分享绘画问题和知识的维维老师，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的话，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